其实大巴车上也有安装卧铺的，在东南亚一些国家，这种卧铺大巴深受当地人的欢迎。这样的大巴在我国也曾风靡一时，甚至挤破脑袋就为了抢一张票。不过现在卧铺大巴已经消失不见了。为什么我国卧铺大巴会消失？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为何又如此受欢迎？卧铺大巴就是上面装有床铺，可以供旅客睡觉的大巴车。在1931年，英国一家名为梅赛德斯的公司设计研发了一款有着双层卧铺、尾部用于存放行李的客车，卧铺大巴自此诞生。坐这种大巴不像乘火车一样繁琐，更加的灵活便捷，深受当时旅客的喜爱。除了旅客搭乘这种大巴旅行外，当时的一些演出公司也用这种大巴载着团队到各地演出。这时候的大巴俨然成了一个会动的旅馆。我国的卧铺大巴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，当时借着改革开放的红利，我国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，从全国吸引来了一大批劳动力。当时的火车卧铺票很难买到，也不像现在有各种高速公路，西部地区的民工要到沿海城市就得忍受长途跋涉之苦，并且他们随身带着的行李多，乘火车就比较麻烦。这时候的大巴就是首选，只是连坐几天的大巴容易疲劳，这时能让旅客躺下休息的卧铺大巴就在旅客的需求声中应运而生了。1988年，西安公路学院与扬州客车厂联合开发了我国第一辆卧铺大巴。从此，这种便宜、灵活、舒适的大巴迅速成为交通界的佼佼者。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，卧铺客车销量迅猛增长，最高销量在1996年到1998年，当时年销量达到了7200辆。因此，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被称为卧铺大巴的黄金10年。在高速公路没有全面建设以前，这种卧铺大巴成为路上的主流，每年的客运量接近2亿人次。到2011年，这种卧铺大巴几乎遍布我国城镇，在路上跑着的就有3万多辆。即便是新疆、西藏等边远地区，也能看到这种卧铺大巴的身影。根据相关调查，在这些卧铺大巴的乘客中，农民、工人以及个体工商户占了60%，高收入群体少之又少。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，卧铺大巴成为了普通人看遍祖国山川、远赴他乡的唯一依托。卧铺大巴曾经是最受欢迎的长途工具，在2011年投入运营的就有3万多辆，也就是在这一年，它的命运迎来转折。这一年里，3起特大交通事故接连发生，皆由大客车而起。最严重的一起事故是在7月22日这天发生的京港澳大客车起火，一次性带走了41个鲜活生命。根据交通部门统计，2011年我国卧铺大巴的事故死亡人数占所有大客车事故死亡人数的10%。要知道，当时的卧铺大巴数量只占大客车总量的1%。这种极高的死亡率是何等的触目惊心，这也让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卧铺大巴的安全问题。因为加装双层卧铺的缘故，大巴的重心明显增高，卧铺也挤占了通道、应急窗的空间，一旦出现事故，乘客很难自救。另外，由于乘客行李复杂，车内易燃易爆物品的隐患也很大。除此之外，司机只顾眼前利益，冒险超载的行为也为事故增添了更多的死亡人数。2003年，山东一辆只能载31人的卧铺大巴，硬生生塞进了83人。2004年1月，长沙的一辆卧铺大巴更是夸张，上面竟然坐满115名乘客，是核载人数的3倍还多。即便交通部门严格审查，仍然有司机想着发超载，比如接近检查点时，提前让多余乘客下车，让他们步行通过检查点后再继续上车乘坐。乘客为赶时间，司机为牟利，在侥幸心理的促使下，事故也就接二连三发生。除了超载，司机的疲劳驾驶也是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。据相关统计，2011年发生的27起特大交通事故中，有14起是发生在凌晨和午后，这是比较容易引发疲劳的时段。为了杜绝疲劳驾驶，2012年有关部门下发规定，禁止客车在凌晨2点到5点在高速公路行驶。除了安全隐患外，卧铺大巴带给乘客的体验感也很差，因为空间小且是密闭的，各种烟味、汗臭味、臭袜子的味道让人难以忍受。近几年，随着铁路航空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坐火车、高铁和飞机，并不怎么舒适的卧铺大巴变得少有人问津，逐渐走向衰亡。出于以上种种因素考虑，2012年3月，相关部门规定暂停生产卧铺大巴，
停止卧铺大巴的注册登记。没有新车上路，旧车5到8年就报废，因此从2017年以后，公路上很难见到卧铺大巴的出现。卧铺大巴臭气熏天，还存在安全隐患，在10年前我国就已经淘汰，如今在东南亚为何依旧受欢迎？这其中有4点原因。第一，东南亚地区的交通不够发达，我国卧铺大巴被淘汰，其中一个原因是高铁、飞机的盛行，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，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，大巴还是主要的交通工具。面对时常拥堵的交通问题以及长途旅行，能躺的卧铺大巴自然比一般的大巴受欢迎。第二，东南亚气候与中国的气候差异。与我国相比，东南亚的天气夏季更热，冬季更冷。卧铺大巴里面配备空调，在夏季能帮旅客抵挡酷暑，相对封闭的环境又挡住冬日的严寒。相比于只能坐的大巴，这种卧铺大巴配有床铺被褥，冬天安稳地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瑟瑟发抖的人们也是一种享受。第三，卧铺大巴的票价更低。东南亚地区的人们收入水平都比较低，高大上的交通工具市场不大，而票价低廉的卧铺大巴凭着较高的性价比赢得了当地人的欢迎。第四，出于旅游业的考虑，旅游业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产业，但有些景点十分偏僻，火车、高铁等交通工具到不了的地方，只能坐大巴前往。卧铺大巴不仅有灵活、载客量大的优势，并且躺着就能旅游，给了人们更好的体验感。不过呢，即便卧铺大巴在东南亚国家市场庞大，但安全问题以及内部拥挤等问题还是没能很好解决。这些国家的卧铺大巴只是重演着黄金10年，并没有创造新的辉煌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